各位同学好，我们要介绍 MongoDB Compass 的那个资料库工具安装与资料的汇入。那 MongoDB Compass 的简介的部分的话，我们会介绍 MongoDB Compass 的那个图形化界面的工具，来帮助使用者的话，它可视化的方式管理分析 MongoDB 的资料库。那个资料库操作的话，会变得比较直观啊，简单。那对于不同层次的使用者来说，它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对于开发者的话，它提供一个丰富的功能，然后来开发过程的话更有高效率的部分。那资料库管理者的部分的话呢，用它的话可以检视优化资料库的结构，然后来进行资料库的管理工作。所以呢，对于 MongoDB 的话不熟悉的初学者来讲的话 ，Compass 的部分的话，它是一个直观的一个界面，然后呢，让它可以轻松去操作 MongoDB， 无需担心它的指令行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好，那 MongoDB 的那个 Compass 的功能，那透过这样一个图形化的界面，使用者他可以轻松去创建、删除还有检视资料库，可以快速去切换所需的资料库的内容，集合管理的方式来支持文档的检视、查询跟筛选的操作。那使用者的话，透过这样一个图形化界面，可以轻松执行文档中的插入、更新跟删除的操作，同时可以支援这样一个查询键弃的部分，还有原生 MongoDB 的语法，还有筛选它这个条件，并检视结果。那使用者的话，可以快速的去检视这个集合中的话的结构跟字段的分段，并生成图表的一个展示，然后呢，它的文件的趋势跟分布。好，那 MongoDB 的话呢 ，Compass 的优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它会有直观啊，还有易使用的工具。然后呢，第二个它是有进行查询跟修改的时候，它可以立即回馈，很快的去查看它变更的结果。然后呢，第三点它可以有很高的效能处理大量的资料提供快速的查询。然后呢，第四个呢，它可以跨平台使用让使用者的话呢，可以在不同作业系统去运作那作为 MongoDB 的话呢的官方工具，它可以得到官方定期的更新，还有技术的支持。使用者的话可以确保工具的话是一直到更新的最新的版本。那最后一点的话呢，它有强大的视觉化的功能，所以不仅可以帮助可视化的资料结构以外的话，可以帮助你做数据的分析图表的一个呈现查询的结果。好，那MongoDB 的 Compass 的话的实作的界面，那我们将介绍如何用那个 MongoDB Compass 进行实作。首先，我们安装过程当中的话，例如上一个章节的 MongoDB 一样因此呢，在这部分我们就不会重复再介绍安装的步骤。所以我们这个章节的话呢，会放置在使用 MongoDB Compass 这一个图形化介绍工具里面。然后来介绍来使用这个水文资料汇入跟资料查询的操作。前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 MongoDB 的资料库工具 MongoDB Compass。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如何安装它，以及如何使用它来汇入资料到 MongoDB 当中。那首先我们要先下载 MongoDB Compass。那首先就是先在 Google 搜寻中搜寻这个关键字，那我们可以找到关键字的地方，那点进去。那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找的是这个MongoDB Compass Download 的 GUI。 那找到之后就往下，那我们选择最新的版本就好了。那确认一下你所安装的平台是不是都正确的，那正确的话就直接按 Download。 那下载完之后就直接点击做执行。那它的安装是非常简易的，其实只要执行它的执行档就可以做使用了。那我们 MongoDB
Compass 的安装就到此结束。那接下来我们就会介绍如何建立资料库连线以及汇入我们的水文资料。那现在我们就要连线到我们在上一小节中所安装的 MongoDB 资料库当中。那要连线到那个 MongoDB 资料库当中，首先我们要先找到我们虚拟机的 IP， 这样才能进行连线。然后虚拟机的 IP 找查的方式我之前都有提过了，那就不再多提。那找到 IP 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我们的刚刚下载好的 MongoDB Compass。那我们就新增一个新的连线。那这边的话就是改成自己的虚拟机的 IP。那输入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按储存连线。那登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Water， 就是我们在上一小节中所建立的 database， 就是我们直接使用 Python 档执行去建立的 Water database。然后你在里面的话，其实也可以找到就是 collection 那些，其实点进去都是有资料可以去查看的。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介绍如何使用 MongoDB Compass 上传资料。那首先我们先到这个连线的名称旁边按一个加，我们就是先新增一个新的 database 的名称跟它的 collection 的名称。那为了不要重复到我这个 database， 我就是把它叫做 test。那 collection 的名称一样是叫做10000，代表着它储存是10000笔的资料。那我们就新建这个 database。那点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的都是没有数值的嘛，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资料的汇入。那这边点击新增资料，那一样我们要上传的是 CSV 档案，所以就点击这边。然后要找到，我后来有新增一个档案，跟上面的这个1000笔资料是有所区别的。大家要使用这个档案，就是它的名字才会正确。因为这样子档案读进去之后，如果你选择的是上一个档案，就是我们原本拿来使用纯 MongoDB 的档案的话，会有点问题。我这里可以就是再重新开一次给大家看。如果你是选择这个档案的话，因为这个档案本身是没有标头的，它没有标头的话，它会自动把第一行当做标头。那这样子的话会导致少一笔资料，而且它的标头会变成其中一笔就是资料的内容，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奇怪。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新增标头，所以这是为什么要选择我有修改过的资料。那一样点进去之后，我们就是选这个，就是 for MongoDB Compass 用的。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我有新增它的 header 之后，那就不会让它一笔资料被吃掉了。那这边的话，它有一个就是这个部分是在选择它要如何去区分，就是资料是如何抓取的，就在你在一行中，那你的资料是要怎么做切割？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这时候选择是用 space， 你用空白去做切割的话，就会发现它其实不太正确。因为 CSV 档案的资料本身就不是用空格去做切割的，如果你用空格去做切割的话，反而会让它就是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这时候就是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资料汇入的资料去做选择。那因为我们是 CSV 档，所以我们就点选用逗号去做切割就好了。那用逗号去做切割的话，那这个数字都会是正常的。那这边的话，时间的部分我会特意把它选成就是时间的单位去做储存。那这边的话都可以自己选择我们所需的相对应的资料形态去做改变。那好了，就可以按汇入。那汇入之后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笔完整的资料，然后这边的话也都是清清楚楚的标明说，就是这是它的站点的井号啊，然后它的名字啊，然后它的时间以及它的水位的数值。然后这里很方便，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直接去编辑这个档案的话，就是你想要编辑这个 cell 的话，其实都是很方便的，就是你直接在里面，然后就直接输入去做数字的更改都是可以的。它就是变得比较自由一点，而且也比较直观，就你不用再可能写一些程式再去做资料的一些修改。那这样子的话也对，如果你比较不熟悉写程式的人的话，其实这种方式也是蛮友善的。
而且它也可以进行资料的找查。在上面的话，它上面其实都会有提示一些资料的查询的语句都可以做使用。那我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示范一个，就是之前我们有在 MongoDB， 虽然说我们是输入在 Terminal 的指令上面，那在这边的话也是可以做使用的。像是我想要找 Author Level， 然后你就可以自动选字，然后 Author Level， 然后我要找的是大于0的所有资料，然后一样是输入一个前的符号，然后 GT 这样，然后冒号0。那输入这个之后就可以做筛选。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这边是不是行数变少了？因为我们只有把那个大于0的数字都标出来了，那就可以就是除了这个指令之外，还有蛮多指令，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看看，去做资料的筛选跟一些编辑的操作。因为它的就是整个界面其实都是非常的清楚明了的，大家都可以也可以去官网上面找相关的文档来看。那以上就是 MongoDB Complex 的介绍，谢谢大家。